水箭龟开炮！开炮！清蒸大螃蟹开炮！情侣秀恩爱，不行，开炮！好的，各位，我是小黄，今天是纳维莱特第一天的卡池，我已经把它拉到90级了。然后武器呢，用的是祭礼残章。我其实也有测一个四座金箔，还有4封原点，但是我最后选择祭礼残章。等下我会说原因。然后圣遗物呢，我带的是这个烛影猎人，天赋966，密制作0命。然后我的面板呢，这样子来看暴击率是比较低的，但是还要加一个36，所以会在79.5暴击率。因为那个烛影猎人呢会给36的暴击率的。然后这是我的面板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好的，关于纳维莱特的天赋加点呢，我建议他主点这个普攻重击，因为它最主要是打重击伤害的。然后关于他的战绩跟大招呢是有伤害，但是最主要呢是要产水球，因为他的重击呢蓄力是要时间的。但是你有水球呢，就可以减缓那个蓄力的时间。战绩呢是可以产3颗，当你有3颗水球的时候呢，你一按重击会立刻消耗3颗水球，然后恢复生命值，然后你会直接释放重击，不用蓄力。大招呢是会产6颗，所以你有2次的重击呢，不用蓄力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如果放大招又放战绩，就会有9颗水球，所以你3次重击不需要蓄力。好的，关于纳维莱特的这一个天赋呢，就是你要打水元素相关的反应，你可以拿到层数，最多可以叠3层。当3层叠满的时候呢，纳维莱特的背后的这个虚线，还有他衣服上面呢，就会发光。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特效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。有什么特别呢？其实叠完3层后呢，真伤是非常高的，因为它2层跟3层呢是相差很大的一个距离的，可以看到125跳到160，所以是提升很多了。所以也就是纳维莱特的这一个天赋呢，不容易叠到3层。如果你带双水，你为了凑生命值凑双水，然后你另外2个角色呢带颜色，也只能够叠到2层。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呢，很多人说纳维莱特是负1命，因为你抽了1命呢，能够送你1层，所以你可以煮双水再带2个颜色。那你没有1命呢，是很难拿完3层的。所以大家尽量能叠就叠，就是这样子的情况。而且1命最主要是它能够给你抗打断，在你蓄力的时候也能够解放钟离这个格子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但是这个1命呢，我觉得看个人需求，我个人觉得0命已经很强了。关于纳维莱特的第2个天赋呢，也就是你要维持80%的血量时候才能够吃满，因为纳维莱特重击是会扣血量，锁在50%，所以你要吃满这个真伤呢，你需要带一个奶妈。暂时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水神能够让他吃满这一个真伤，所以暂时我自己是没有去抽一个奶妈特地去吃这个真伤的，所以问题其实不会很大，因为你锁在50%有一个钟离保护着，其实也吃到一部分的，只是80能够吃满。纳维莱特最后一个天赋呢，就是在水下冲刺的时候提升15%的速度，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。如果大家喜欢在大世界的水下探索。好的，这边我莫娜呢带的是这一个4座金箔，开大会回血。我们来看一下带烛影猎人套的这一个纳维莱特呢有没有加暴击率，因为我是43.5嘛，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加，所以在后台是触发不了这个烛影猎人套的。所以各位呢要把这一个纳维莱特换来前台呢，才能够吃到这一个暴击率的加成，就是你生命的这个增加跟减少呢是要在前台才可以吃得到。但是对纳维莱特来说呢，就算莫娜不带4座金箔，也很容易吃满3层的，因为它吸那个水球会回血，然后重击又会扣血。你看我这边没有吃莫娜，很容易就79了，很容易吃满3层。关于在实战的时候呢，纳维莱特其实不用特地带奶妈了，只要有钟离保护呢，再加上他战绩跟大招给的水球，他吸那个水球很容易就可以满血，保持58%的血了，所以生存压力是不大的，只要有一个钟离，所以血量那边不用太担心会暴毙的。好，这边我为了展示一下这个纳维莱特的输出手法，我把角色的圣遗物呢还有武器呢都拆掉它先。好，我这边呢是双水，然后2个颜色，所以没有3个颜色呢，我的莱欧斯利是触发不了那个发光的3层被动的。这边莫娜开大了，所以莱欧斯利开大接战绩，地上就会有9个水球，9个水球呢，我其实是可以打3个重击不用蓄力的，但是我这边呢选择万叶先扩水先，我不要那个扩散消失，不然会得不偿失。这边打了2个重击，地上还有3个水球的，但是我没有用，我选择继续扩散，因为我的战绩已经好了，不会存在那种卡手的情况。其实双水是蛮好玩的，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呢，这个莫娜呢，我觉得还有的在优化了，应该就是水神了，因为它的第2个被动呢，那个38%的水真伤呢，应该就是要等这个水神来补足了，维持88%的血量。
好，现在是武器测试，第一个带的是四风原点，一样的操作，莫娜开大，万叶扩水，然后打重击，可以看到最高伤害是28915，28915。好，到四座金箔，重击最高是34012，34012。好，到记忆厂长攻击 buff，34574，34574。好，然后到精通的 buff 呢也是一样，34574没有变。好，到压轴了，元素伤害重击46280，46280。好，我的总结就是呢，以我的面板呢，就算带这个流浪乐章2个飞的被动，我的伤害都高过其他的武器，所以最后我就带这个流浪乐章。所以最后大家先要看自己有没有凑出这个烛影猎人套，然后你的面板是多少。如果你加上烛影猎人的36暴击呢，都达不到60%的暴击率呢，这样就带暴击率的武器吧。我自己是因为暴击率够了，所以我带爆伤的武器。好，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一个莱欧斯利的伤害大概在什么城区呢？我这边带上草神，打这个12-1拿这个剑鬼当木桩给大家看看，我大概多少时间打完？这边可以看到大概是40多秒打完的。好，下一个队伍。好，下一个队伍带的是双水，我觉得双水这个队伍是我玩的最舒服的，对比我后面要给大家看的菲谢尔队伍，因为双水不会卡手，但是我又想到有些人可能没有莫娜，可能没有那么平民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为了打3间的深渊呢，最后是用了菲谢尔的。可是最后呢，这个莫娜的时间呢，大概是在50多秒左右，这边给大家看一看，跟菲谢尔是差不多的时间的。好，在我测试了很多个队伍过后呢，最后我选择的是这一个队伍打完3间的这个深渊，原因是因为这一个队伍呢，充能勉强跟得上，而且呢又能够触发莱欧斯利的这一个3层被动，就是让它背后发光的。首先呢，我是让这个万叶扩水先，然后钟离呢开盾产水结晶，然后菲谢尔打感电，所以现在就其实是有3层了的啦，可以看到它发光了的。然后我的打法最主要就是要记得开护盾，然后万叶要扩散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没有莫娜的真伤了，也没有双水，所以万叶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，最好能够扩到水了。而且最主要是要注意剑鬼的走位了，最怕就是剑鬼走位，你的莱欧斯利开战技没有打中他，没有铲水球又没有冲到能，这样子就血亏了。因为没有铲水球，你就不可以捡那个终极的 CD 了。好，结束，大概50多秒。好，第2间呢，小螃蟹，我先普攻，然后战技，然后扩水，中离开护盾，产结晶，好2层了，打感电3层，好把它射下来，好疯狂输出，现在就是先扩散先，好开大，扩水。中离开盾，菲谢尔，哎呀，没有鸟，没有关系，我收回了，他差不多要死了。再来一个重击，来重击，再见。好，结束40多秒，这个螃蟹。好，最后一间了，我觉得这边是莱欧斯利打的最舒服的地方，因为他那个水箭龟喷水的模式，能够一个直线打3个，还是蛮快可以清怪啊。配合这个万叶巨怪还是蛮强。好，下一波扩水先，开盾，小鸟还欠一点，开大，莱欧斯利开大，战技，来水箭龟喷，再来水箭龟开炮，好，结束了，就是这样。好的。玩了一个晚上的这个水箭龟过后呢，我的总结就是，它有一种我当初玩到艾尔海参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对它期望很低的，而是我一用起来觉得，还蛮不错的，没有想象中看影片说的，就是看那些爆料说的就是负1命很差，没有什么用处。我觉得用下来还不错，而且他的队伍还没有完整的，水神还没有来啊，所以水神来了过后呢，会不会变得更强？这个我不好说，但是我能够做的总结就是。抽它不亏，但是如果你们抽了它抽不到水神，就应该是血亏。所以建议大家先看看你自己的手上有多少的原石，
能不能够在水神卡池来的时候存下一个大保底？毕竟例会已经放出来了，下个版本一定会有水神，所以建议大家留言时如果没有大保底留给水神，那就跳过吧。好，这就是我的总结了。但是如果是真爱，XP至上，马上抽，不要问这样多了。好，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多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吧。再见各位，拜拜。